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EJ。今天我要带来的是一则在90年代香港九龙城寨非常盛传的灵异故事——鬼妈妈毒贩。而这个故事也和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个既诡异又令人感到心酸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就不多废话啦，马上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1983年的夏天，香港的天气异常炎热，拥挤的城寨内几乎一丝风也没有。过高的温度让挤在狭小的空间艰难度日的人们显得非常的心烦气躁。而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，楼道内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非常作呕的恶臭味道。而因为这里是香港的九龙城寨，寨内本来就藏污纳垢、鱼龙混杂，环境脏乱，只有那些生活朝不保夕、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才会选择住在这里。再加上寨子里还有非常多的加工死鱼死虾的鱼蛋作坊，因此一开始的时候，整个大楼的住户并未对这股恶臭气味有多加关注。毕竟满街都是垃圾污秽的破烂地方，有些恶臭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3-4天之后，这股奇臭无比的味道在连日的高温烘托下，几乎令住户们难受的窒息。于是终于有人选择报了警。2名警察接到了报案，连忙的来到了现场。对于九龙城寨，他们其实是心知肚明的，这个地方太平。可是电话里的人说这附近有恶臭，这情况可不寻常。因此警察虽然非常的不情不愿，但是还是得要出这趟警。果然刚来到那栋出租楼前，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直冲鼻腔。按照报警人给出的信息，他们将可疑地点确定了在大楼的4楼，就是这一间。2人的眼神互相示意，循着恶臭的味道，他们来到了4楼一户门前。1名警察随即敲门，咚咚咚，同时他们也做好了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敲了2下门之后，这户人家的大门应声打开。开门之后，那股恶臭味道越来越浓，甚至其中1名警察居然现场干呕了起来。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，大约4-5岁的样子。警官先是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屋内的情况，随后大吃一惊，因为这根本不像人住的地方啊！小小的一间屋子里，地下满是杂物，几乎都下不去脚。而在一张矮桌子上，还有一个稍微大点的女孩，正在拿笔埋头写着什么。你家大人呢？1名警察不动声色，挤出一丝微笑问开门的那位女孩。小女孩没有开口，却扭过头看着另一个稍大的孩子。而那个大一点的女孩说：我妈妈刚给我们做完饭，进去休息了。她的语气冷冰冰的，没有半点温度。做饭？这句话突然让警察意识到，这屋子确实飘着一股米饭的味道，而这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组合啊！空气中既有令人作呕的腐臭味，居然还夹杂着一丝腊肠焖米饭的香味。妈妈在哪里？警察继续问道。他刻意地忽略掉满屋子奇怪的味道，心中却惊讶，2个小孩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而这时写作业的小女孩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那双冷冰冰的大眼睛望着警察，然后手指了指后面的屋子。这一次
故作镇定的警察再也镇定不了了，因为推开那扇半掩的房门后，床上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女尸赫然出现，尸体腐败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流出满地的尸液。而这时，恶臭的来源终于找到了。我妈妈身体不舒服，给我们做好了饭，让出去躺下。面对如此毛骨悚然的场景，大一点的女孩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，仿佛在她的眼里，床上躺着的真的是有些劳累的妈妈，而不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。我妈妈她躺下，你们就敲门了。另一个小女孩又补充了一句。警察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惊了，他当然不可能相信这两个孩子的话。眼前这具女尸至少已经死亡了1-2个月了啊，怎么可能刚才还起身给孩子们做饭呢？最终，两个小女孩被警察带回。经过调查后得知，这家人本来是父母带着2个女儿偷渡到香港，然而狠心的父亲几年前就掏下了母女3人，再也没有回家。死亡的女人正是2个女孩的妈妈。尸检证明，女人应该是过劳疾病死亡，不存在任何他杀嫌疑。但是，为什么女孩一口咬定妈妈还在为她和妹妹煮饭呢？而这就是盛传于香港多年的鬼妈妈做饭事件。这个故事听起来绝对的毛骨悚然，可是细细想来，却又隐含着一丝忧伤的氛围。传闻中，2个女孩说自己要吃完饭后还要去上学，可是根据当时邻居们的口供，这间屋子好些天都没有任何人进出了。到底谁在说谎呢？而且如果女人已经死亡了2个多月，谁又在为2个孩子们做饭呢？细思极恐啊！不过我在网上也有找到另外一种推测，或许能缓解一下大家的恐惧。做饭的或许不是已经死亡的妈妈，而是大一点的女孩。孩子或许因为长期的压抑悲伤心理，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理由，一方面说服自己，一方面安抚更小的妹妹。妈妈还活着，妈妈还在为我们煮饭。这个念头产生久了，姐妹俩便信以为真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有趣故事或什么灵异故事都好，也非常欢迎你投稿分享给我，非常感谢。还有，如果你也喜欢今天内容的话，别忘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